前不久，中国空军的歼十六战斗机部队被报道在南海某岛礁设立驻扎点，海外军事专家推断，该驻扎点很可能位于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面对这样的新军事部署，人们不禁要问，这一举动在南海当前的紧张局势中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标志着中国解放军在南海防务布局的重大调整？一、歼十六战机的入驻，释放的深思熟虑的战略信息。此次的部署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南海地区长期和全面的战略考虑。首先，我们应当关注到歼十六战机自身的优越性能。作为中国空军正在大量列装的主力机型，歼十六战机是一款高性能的双座战机，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挂载 PL-15等空导弹，能够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更为重要的是，歼十六的对海作战能力同样出色，具备强大的挂载能力，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有效的海上监视和跟踪任务，其航程超过2000公里，具有强大的火力投送和空中战斗能力。从西沙群岛出发，歼十六可以覆盖南海相当大的一片空域，无论是迅速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还是在必要时展示自身的军事实力，歼十六都是理想之选。另外，歼十六战机的部署地位于距离黄岩岛600多公里的西沙群岛，无疑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一旦黄岩岛等敏感地区出现紧急情况，歼十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动，提供及时有效的应对。其次，这次的部署并未引起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的激烈反应，这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军队的部署策略的审慎和克制。在面对复杂的南海局势时，中国军队不仅考虑到自身的战略需求，也充分考虑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尽管部署歼十六战机部队可能会被某些人解读为对南海局势的挑衅，但实际上，中国军队的目的是通过此举确保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同时避免可能引发的冲突，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的稳健和负责任。战术预判，对南海防务需求的深度理解。在研究解放军选择将歼十六而不是更先进的歼20战机部署到西沙群岛的决策时，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中国军队对南海实际防务需求的理解和预判。事实上，南海局势独特，与其他战区的军事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军事情况以及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都要求解放军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决策。考虑到南海周边国家并未装备5代机，且美军在西太平洋的2个航母战斗群也尚未全面更换为 S-35C， 歼十六战机的出色性能已经足以应对南海可能出现的空中威胁。歼十六是一款航程达2000公里以上的战机，其挂载 PL-15等空导弹以及原相控阵雷达，使得其在应对空中威胁方面极具优势。对此，今年2月份的一次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时，美军在南海方向出动了53架次侦察机进行抵近侦察，这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动作，对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安全构成挑战。然而，解放军迅速做出反应，派出歼十六战机，对美军的侦察机进行了有效的跟踪和监视。更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空军在南海面对的常态化对手，其实并不是菲律宾等国的战斗机，而是一些域外国家派出的空中侦察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军队更倾向于在南海部署歼十六，而非歼20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歼十六的高性能和稳健的战术特性，使其成为对抗这种侦察活动的理想选择。对空监控与对海战备。同时，歼十六的价值绝不仅局限于对抗传统的空中威胁，其全面的战斗能力以及对空监控和对海战备的卓越表现，彰显出它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战略优势。中国已在南海各岛礁建立起一套全方位的应对体系，其中歼十六的角色十分重要。在这个体系中，歼十六战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与菲律宾等邻近国家的海上争端中，歼十六的存在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对于远在海洋彼岸的西方军事力量，特别是美英等北约军舰，歼十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监视作用。今年5月，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试图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时，中国空军立即派出歼十六进行了密切的监视。由于能够及时掌握航母的行动信息，中国得以预先准备，
防止任何可能损害中国利益和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的这些有效行动离不开中国在南海岛礁上进行的填海造陆和配套设施建设。二、永兴岛的基建与解放军的南海布局。解放军在南海岛礁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永兴岛的设施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具有明显的长期战略性。永兴岛的扩展工作在过去几年里进行的如火如荼。据估计，该岛的面积已经扩大了 50%， 使得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部署歼16等主力机型。这也意味着永兴岛已经从一个海洋战略点逐步转变为可以承载更多军事行动的岛礁基地。永兴岛上的高质量跑道和雷达监测系统的建设，也是中国在南海建设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雷达系统的部署。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在南海的监控能力，还使得解放军能够更快速地响应任何可能的海空威胁。在美军侦察机频繁抵近南海地区的背景下，雷达系统的建设为解放军提供了有效的早期预警。除此之外，空警500等战力倍增器也被部署到了南海的岛礁上。空警500是一款先进的预警机，其主要任务是提供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以及电子战能力。有了空警500，解放军的指挥效率和反应速度将大大提高，并且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机场和雷达网络，还包括其他重要的配套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对于支持大型军事行动、提高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反应速度至关重要。首先，燃料供应站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行动时，航空兵力的燃料供应至关重要。燃料供应站的存在，使得解放军战机能够在岛礁上补给燃料，延长其作战时间和行动半径，增强其作战能力。这为歼16等主力机型在南海地区的持续巡航和应对可能威胁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武器弹药库的部署是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环节。这些弹药库为解放军提供了充足的弹药储备，确保了作战需求的供给。在南海地区，解放军能够迅速补给和重新装填弹药，以应对可能的军事挑战。这为歼16等战机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出动和持续作战提供了保障。此外，飞机维修设施的建设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解放军在南海岛礁上建立了维修设施，使得歼16等战机能够进行日常维护和修复工作，保持其良好的战斗状态。这样的设施能够快速修复战机的故障和损伤，提高解放军的战斗力，并减少战机的停飞时间。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中国成功的将南海岛礁转变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使得解放军能够迅速投入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提高了其战斗力和反应速度。三、展望深化多元化军事部署，积极应对地区挑战。面对地缘政治的挑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治理。中国的决定在南海部署歼16战机，不仅是基于保护自身主权的需求，也反映了对于地区安全形势的严肃考虑。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目的是积极应对南海局势的复杂多变。在南海，中国已经通过填海造陆使永兴岛面积的扩大是一个具有实际效果的例证，显示了中国在提升南海防御能力方面的决心。这些岛礁的建设和配套设施的完善，使得中国在南海拥有了更多的战略价值。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是坚持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诸多的压力，但中国与东盟10国正在推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这一协议旨在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减少冲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这一行为准则一旦最终达成，将对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在未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可能变化，中国的军事部署策略也可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两个具体表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正在增强，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保卫其在南海的主权和利益方面的决心。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潜在入侵者的军事威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军事上做出了这些行动，但它同时也在强调通过和平谈判和对话来解决南海的争端。
这可能表明，尽管中国愿意维护其主权和利益，但他也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海的问题。这就是歼16战斗机入驻和永兴岛面积扩大50%后，中国解放军释放的信号。